菲希尔、皇女、小艾米啊，这三个其实是一个角色。如果要说谁是草元素加入以来喝汤最多的角色的话，那非我小艾米莫属。皇女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操作的角色，战绩放奥兹喷人，大招直接变成奥兹，然后继续放奥兹喷人。什么替身使者？我叫菲希尔，本体是奥兹。当然，在开服时期是有物理流皇女的打法的，也就是滑步弓。这个流派的菲希尔是很吃操作的，只打前两段的普攻，通过蓄力射击的操作来取消后摇，也就是所谓的 RR 取消后摇，然后重复以上的操作，疯狂点射。熟悉了之后是可以大幅提高攻击速度的。不过我是不太会这套手法的，所以不要太在意我的操作。除此之外，皇女的普攻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东西了。还要说有什么用途的话，那大概就是中二的 pose 了。菲希尔最核心的技能就是元素战技，加点也是以战技为主，大招甚至都可以不点。点按奥兹会在自己身边生成，长按则可以调整奥兹的生成位置。没错，菲希尔的战技是可以长按的。我才不会说如果不是做攻略我也不知道呢。这个长按调整位置，在离自己比较近时，能通过地面的标记清楚的知道奥兹的生成位置。视角稍微抬起来一点的话，我们就锁定不到地面了，会默认在最远距离生成。假如标记沿途有敌人的话，奥兹则会很智能的在敌人身边生成，还是挺好用的吧。这下我再也不用冒着被打的风险在敌人堆里召唤奥兹了。奥兹在召唤的瞬间是有一段范围伤害的，然后会立马喷吐离自己最近的敌人，攻击频率为1秒1次。奥兹的存在时间只有10秒，所以一次战技只能喷吐10次。元素附着较为特殊，遵循3次间隔和5秒的附着规律，所以只有1、5、7次攻击能够对同一敌人施加附着。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这元素附着频率也太低了？感觉也不是很强嘛。你先别急。首先，在我们解锁6命之后，奥兹的存在时间会延长2秒，这里就变成了12次攻击，附着也变成了第1、5、7、11次攻击，攻击4段，并且6命的奥兹会协同当前场上的角色进行攻击，额外会造成30%攻击力的雷元素伤害。这些几百1000出头的伤害就是协同攻击的伤害。这个协同攻击是看场上角色的攻速的，比如大剑角色攻速慢，那么这个协同攻击的次数也就少；弓箭角色攻速快，那么协同攻击的次数也会变多。它只看攻击段数，比如同一段攻击，角色能打出2次或多次伤害，例如萧光的第1段和第4段都是2次伤害判定。钟离的踢枪有4次伤害，但也都只会触发1次协同攻击，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段攻击动作。不过这个懂不懂都问题不大，记住攻速越快，协同攻击的频率越高就好。然后协同攻击只能通过角色的普攻触发，战技和大招是不可以的。顺便一提，雷神大招是可以触发协同攻击的，虽然伤害是元素爆发伤害，但是攻击动作是为普攻，协同攻击不需要普攻命中，只要有攻击动作即可，所以是可以触发的。协同攻击属于元素战技伤害，所以和奥兹原本的喷吐是共用元素附着 CD 的。不过即便如此，协同攻击的存在也能有效提高奥兹的附着频率，而且没有6命的奥兹，他就是个人工智障，他不会理你，你爱打谁打谁，我喷我自己的。解锁6命，它就是人工智能，会跟随角色的攻击而改变目标，体验大幅上升。除此之外，当奥兹在场时，只要场上的角色触发了雷元素相关反应，那么奥兹就会对正在攻击的敌人降下圣材之雷，就是这道从天而降的雷光，这个就是圣材之雷的特效。这个圣材之雷也同样视作元素战技伤害，但是它是独立附着的，只要触发就能施加1次雷附着，是皇女最关键的附着和伤害手段。这个雷元素相关反应的触发条件很宽松，不需要雷一定是后手触发的，只要是雷元素相关反应就行，无论先后的触发顺序。超极化、原极化、感电、超导、超载、雷扩散、雷结晶，它都是可以触发的。有内置 CD， 大概是 0.5秒，0.5秒内多次触发也只能降下1道圣材之雷，多个敌人同时触发也同样只会降下1道圣材之雷。通过固有天赋4，我们可以知道圣材之雷是范围伤害，只是范围不大。超激化它就是只有可附着的伤害才能触发激化反应的，所以圣材之雷的存在是可以大大提高皇女的超激化伤害的。在感电队你可能还会嫌雷元素太多，但在激化队巴不得你多点，越多越好。奥兹的喷吐是有攻击距离的，如果离敌人太远，那么攻击就会停止。我们可以通过菲希尔再次点按释放战技来把奥兹拉回到自己身边，该操作不会延长奥兹的持续时间，也不会再次造成范围伤害，只是改变奥兹位置的一个手段而已。
很重要的一点，奥兹它是锁面版的，其伤害会根据皇女释放值的状态而发生变化，所以每次我们改变奥兹的位置时，奥兹也都会根据当前皇女的状态而发生伤害上的变化。比如我这里在班尼特圈内释放奥兹，喷涂伤害是9000，但在圈外再次释放奥兹时，喷涂伤害就只有5000了，这点需要注意。同时，因为奥兹是锁面版的，所以一切与奥兹有关的伤害它都是锁面版的，包括6面的协同攻击以及固有天赋5圣才之类的伤害，这些也都是锁面版的，会根据奥兹的状态而发生伤害变化。最后是铲球的问题，释放战绩时奥兹是不会铲球的，后续每次攻击都会有概率铲球，一次战绩大概能铲出6颗球左右，效率是很不错的。而且皇羽的大招也能召唤奥兹，奥兹几乎是无缝驻场的，解锁6面还能铲球更多。在雷系充电宝方面，我小艾米是当仁不让的我看谁还敢说我没有辅助能力，这就是本皇女的辅助能力。元素爆发，菲希尔会化身成为奥兹，飞行一段距离，对沿途敌人造成1次雷伤，一名敌人最多只能受到1次伤害。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菲希尔大招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就这也叫大招？未免也太寒碜了点吧。我承认是当初的我太年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大招其实挺好的，前面的什么伤害其实都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变身结束之后，奥兹他又回来了，他能续住奥兹的战场时间，而且通过大招召唤的奥兹，他也是吃战绩的等级的，和大招的等级无关。也就是说，如果看不起大招的那点伤害的话，我们甚至都可以不用点大招，把大招当成另一个元素战绩的按钮就好了。事实上，这也是设计者想让我们做的。菲希尔的大招无敌帧很短，只有变身的那段时间是无敌的，之后的飞行时间都是会受到伤害的。不过好在飞行速度比较快，一般来说可以避免。如果想提前结束飞行，我们可以通过切人来打断。假如解锁了4名，菲希尔在释放大招时会对周围敌人先造成范围雷伤，并且在飞行结束时恢复20%的生命值，该雷伤视作元素爆发伤害为强雷，算是弥补了大招伤害以及无敌帧短的缺点吧。这20%的生命值恢复通过切人打断也同样是可以吃到的，这点不用担心。那么关于大招就是这样了。说一说固有天赋4吧，这个天赋就很神奇，突出一个奇思妙想，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体会才能想到这种几乎没什么用却又感觉很有节目效果的技能的。菲希尔蓄力完成的瞄准射击命中奥兹时，奥兹会对附近的敌人降下圣才之雷，该圣才之雷和固有天赋5的还是有所区别的。通过这种手段产生的圣才之雷，它是被视作重击伤害的，其实就是菲希尔他把自己的蓄力重击伤害射给了奥兹，然后奥兹强化了该伤害，又把该伤害打到了敌人身上而已，就很奇妙的传导链。首先，奥兹体型很小，不好瞄准，且瞄准蓄力也浪费时间，实战中可以说是几乎用不到的，也只有大世界整活了可以完成一次远距离狙杀我奥兹敌人。但说实话，我用起来感觉应该叫近距离强杀，只能说是因为固有天赋5太强了吧。简单说一下命座，一命奥兹不在场上时，也会通过压眼守望菲希尔，就是这个球形特效不是眼睛。在菲希尔使用普攻时，压眼会进行协同攻击，该协同攻击和6命的也不一样，这个协同攻击是物理伤害，视作普攻伤害，而6命的是雷伤，视作元素战绩伤害。一命也算是物理流皇女可行的原因吧，因为该协同攻击的伤害也是可以吃到云锦之类普攻的加成的。但是如果是后台雷富斯蒂玩法的皇女，一命则基本无用。2命在释放战绩时会额外造成一段雷伤，并会增加战绩的伤害范围50%，有点用但不多。4命和6命前面讲的很详细了，就不提了。武器圣遗物选择，物理流我就不讲了吧。圣遗物2苍白2血蓝，武器找误伤加成的，又或是效果契合的即可。主要说一说后台雷副 C 玩法的皇女，圣遗物平雷、如雷、2如雷加2决斗，这些都能用，其中平雷伤害会高一些，如雷则可以有效缩短战绩的冷却，达到缩轴的效果，使队伍循环更流畅。除此之外，若是计划队皇女还可以选择噬金套，但相比平雷和如雷的优势不明显。普通的感电流配对，皇女正常选择攻雷爆即可，若是计划队则需要把沙漏换成精通，如果你的精通已经有300多了，那么则还是选择攻击杀。简单来说就是300不到选精通杀，300以上选攻击杀，因为皇女堆到400精通，收益就差不多饱和了。武器选择有很多，天空、飞雷、东极等5星武器都可以用，4星可以选择月卡弓、暗象、黑岩等，走计划还可以选择绝弦、分花之颂等，选择很多，根据你的圣遗物来选，
看看缺什么，然后拿武器的属性补上就好。配对先说激化队，首先是克星皇女钟离克莱，克莱换草主也行，只要你的草主大招能够循环过来的话。这队伍在上期氪金攻略中讲的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我就不讲了，手法不难，想了解的可以去上期视频看看。该配对我们是可以进行演化的，比如说把克星换成雷神，前面也说了，雷神大招也同样可以触发皇女的协同攻击，所以也是可行的。而且雷神轴也不长，是比较契合该队伍的。同时雷神本身触发激化的次数也还可以，还能给队友充能。克莱也可以换成草主，草主有了雷神也能更好的循环，可行。手法的话和克星皇女的基本一致，钟离开盾，雷神开 E， 皇女对奥兹，然后克莱 EQ， 最后切雷神开大砍。雷神也可以换成赛诺，但就是赛诺的轴太长，整体来说效果一般。然后我们还可以换个思路，不要雷 C， 换成草 C， 比如说把雷神换成提纳里。提纳里虽然触发的是慢激化，但雷草相遇是会发生原激化的，原激化也同样属于雷元素相关反应。就提纳里这上草频率，触发原激化反应的效率也是很高的，虽然比不上雷 C， 但也完全可行。关于激化队就是这样。然后说一说老牌传统的感电队，说到感电队就不得不提武装队，行丘、北斗、菲谢尔，武装队3幻神，缺的只是驾驶员。这个驾驶员让砂糖、伊恩飞、萧公来都可以，星海也行，玩法还是那么玩法，行丘、北斗、菲谢尔轮流开大开 E， 然后切驾驶员战场输出即可，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抛开火 C， 只玩感电，砂糖、星海、行丘、北斗、菲谢尔里面选4个人就行，怎么搭感觉都可以。感觉配对到这里说的就差不多了。菲谢尔作为一个中二少女，不是到期人，我不是很认可啊，开个玩笑。皇女自 3.0 以来，感觉是所有老角色里最大放异彩的那一个。其次是克勤，激化反应的加入对皇女的提升真的蛮大的。以前可能光芒被班尼特、行丘、香菱、砂糖掩盖太多了，不过这4个确实闷。但现在我觉得可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新4星战神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到你，还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UP主。之后可能会做点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